不是做夢。跑什么？这样不吃人？不是，我就想上个厕。朕的寝宫有公桶。这是朕的贴身之物，从未离身。带着它，天下人都知道你是朕的人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朕的贴身衣物，穿上。我一个大男人穿肚兜？朕的东西弄丢一件，朕就親自來找你。一個大唐女帝主動要包養我，客觀來說，條件不差，管吃管住管上位。但問題是，他那邊砍頭跟切菜似的，我這小命扛得住幾刀？把這些逆黨的頭砍了，掛在朱雀門上。樊郎，你終於醒了，琪兒等了你一早上。你腳底下那位還在冒血呢。礙事。昨晚樊郎走得太急，琪兒的話還沒說完呢。不是我想走，是那破鏡子把我彈回來的。術士說陣法不穩，撐不了太久。不過樊郎別急，只需1月，陣法便能徹底穩固。到時候，樊郎就能永遠留在朕身邊了。這一次，誰也帶不走你。等等，什麼叫永遠？我這邊還有學要上，有花唄要還。那些重要嗎？當然重要。陛下，突厥10萬大軍壓境，糧道將斷，老臣已替陛下擬好聯姻國書，只需陛下用印，便可退兵保社稷。退下！朕的婚事何時輪到你做主？樊郎，1個月後見，妻兒會來接你的。1個月後強制穿越，去那個砍頭跟切菜一樣的時代，還有那個姓裴的宰相，看起來就不好惹。不過說實話，這軟飯的質量也是真的高，但萬一他哪天不高興了，我的腦袋也得掛朱雀門上，得想個辦法，要麼不去，要麼去了得讓他離不開我。我問的是生存問題，你們一個個往哪兒想呢？最重要的是學怎麼哄女人，你那位可是女帝，哄不好是要殺頭的。好像有道理。如何討好強勢女性？不许动，双手抱頭。林凡，是。某乎帖子是你發的，1個月後穿越大唐，在線等級。是。研究火藥配方，查閱軍事資料 ，IP 定位直接定到你這間宿舍。煉鋼火藥武器，你小子你到底在策劃什麼？處長，我來翻譯一下。這位大學生覺得自己要穿越大唐當駙馬，正在做功課呢。穿越大唐，女帝包養。你小子是不是下文看多了，腦子燒了？我說的是真的。處長，這種精神病直接送鑑定中心得了，浪費咱們資源。帶走。林凡，你一個普通未畢業的大學生，某乎發帖說1個月後要穿越大唐，造謠是犯法的。張處長，我說的都是真的。我被這面古董銅鏡拉去大唐，看到了女帝，她說服了我，
讓我1个月後過去，錦衣玉食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當大的，其他小的他不管。喲，說服了我。你知道你現在涉嫌什麼嗎？非法持有疑似文物，網絡散布恐怖信息，研究違禁爆炸物配方，夠判你好幾年了，還跟我扯什麼女帝？陳哥，處長，我說句實話，把一個精神不正常的大學生當回事兒，傳出去整個特勤處的臉往哪擱？我知道你們不信，這個他給我的定情信物，你們隨便撿。地攤貨吧，我老家廟會10塊錢3個。等等，等等。鍾教授，游絲毛雕，這是游絲毛雕！什麼？這個雕刻工藝失傳了上千年，現代仿不出來。天授元年玉制，全世界現存的5朝玉制玉器只此一件啊！這東西哪兒來的？我說了，女帝給的。你們不信我有什麼辦法？林凡同志，你老實交代，對方到底什麼底細？睡之前以為是中二病少女，誰知道是真女帝呀！如果你說的是真的，一條通往大唐的時空通道，這就不是一個人的事兒，也不是一個部門的事兒，這是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級別發現。處長，就憑一塊來路不明的玉和一個精神病的自傳，您就要往國家安全上靠，這也太兒戲了！誰能證明這塊玉是真的？萬一是高仿呢？我來證明。走，去科學中心檢驗，那裡有最專業的儀器，可以檢測碳14存在的年份。隨便檢測。碳14的檢測數據精準指向公元690年，微痕掃描顯示，玉佩表面無任何現代合金刀具切割痕跡，確是古代玉匠手工游絲毛雕，這保存狀態簡直是完美級！不可能，完美級，沒有任何文物歷經千年還能像剛做出來的一樣，這違背科學。那還不是因為昨天晚上他還掛在大湯女一脖子上。是真的，這太不可思議了！我要去報告所長。完美級保存，公元690年，難道他說的穿越都是真的？不，一定是巧合。既然已經查明玉佩的來歷，你們也該相信我說的都是真的了吧？信你什麼？他就算是真古董，也不能證明你說的什麼銅鏡、穿越、女帝包養這些鬼話。那你怎麼解釋這玉佩的完美保存度？或許是某個保存條件很好的古墓裡流出的真品，被你從黑市上買到的。我一個窮大學生，去黑市買一塊不當吃不當喝的玉佩，你怎麼能？處長，鑑定文物真偽是一回事，相信一個人的穿越又是另一回事。玉佩的來源依然存疑，我建議對他進行正式調查，查清這塊玉佩的真正來歷，或許還能破獲一起文物走私案。我不是針對你，如果你說的是真的，總會有比一塊玉佩更有力的證據。但在那之前，樊郎，樊郎，你在嗎？都安靜，女帝大人找我了。樊郎，朕換了你這麼久。所有人回去。全體都有，向後轉，誰敢回頭，直接發配非洲。林凡上輩子是拯救了銀河系嗎？這就是他說的大唐女帝，那皮膚的身材。希兒，你先把衣服穿好。為何？大唐民風開放，這有何不同？這邊不一樣。樊郎，虧你還說是新世界，怎麼比朕這個古人還封建？好了，樊郎鬆手吧，你剛在跟誰說話？同學，在我宿舍蹭飯的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叫他過來，讓朕瞧瞧。張處長。中年壯碩，髮量不多，表情嚴肅，還算周正。叫什麼？張建國。張建國，朕封你做樊郎的貼身護衛，專職護他周全。若樊郎少了一根頭髮，朕拿你全族問罪。恭喜你，被大唐女帝納入編制了。我是特勤處處長，現在也是大唐護衛統領了。樊郎，有事讓他辦。這些拿去給你打點，若不夠，樊郎再問朕要。
鏡子裡飛出來的，這就是大唐女帝給的零花錢。這是朕的私鋪裡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朕先去上朝了，晚上貼贴。丁，宿主已被大唐女帝的黄金暴击砸暈，檢測到极致包养行为，拼软饭系統正式激活，附送過目不忘本領。警告：女帝單方面投入過高，宿主回禮為零。女帝失望將引發蝴蝶效應，歷時線永久改寫，龍國國運崩塌。回禮剩餘時間5分鐘。5分鐘？我上哪兒找回禮去？什么？只剩5分鐘？送一套《资治通鉴》。《资治通鉴》裡面寫了他怎麼死的。你讓我送對象一本他的死亡說明書。AK47設計圖，有了這個，全部蠻族碾壓。AK47，他那邊連鐵都練不利索，你給原始人送一台電腦讓他上網衝浪啊？都別吵了，他是古代人，沒見過現代的東西，給他整點科技與狠活。對。辣條、快樂水，再準備個平板，再下幾百部偶像劇。這些太輕了，不夠牌面。我不只是要討女帝開心，還得讓她的江山穩得住，否則覆巢之下豈有完亂？是不夠大氣。把那台天文望遠鏡拆下來，送過去。不，老張，那是國家天文台的鎮館之寶啊，造價8000萬。能看到10萬光年外的星雲，全國就這一台，還沒驗收呢，怎麼能送出去？國運都要崩了，還管什麼驗收？拆！我來。東西送過去以後，你小子就跟他說，為了他，你把滿天星河都摘下來送到他眼前了，有沒有牌面？這逼格夠不夠？我就問你夠不夠？有沒有牌面？夠。妻兒，我把整片星河送到你眼前，你喜歡嗎？不會把它砸到了吧？陛下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亦不可無後啊！告訴你家可汗，我會再勸女帝接受聯姻。如若老夫用盡法子，她還不願，那我願與可汗裡應外合，叫這江山換個主人。可汗說了，只要陪相能打開城門，事成之後，整個關中都是陪相的封地。如今突厥10萬大軍壓境，國運垂危。陛下為了大唐社稷，即便不聯姻，也請盡快招婿延續血脈。不可指望那來路不明的凡夫俗子啊！朕看上的男人，只有他能延續朕的血脈。你們這群螻蟻也匹對他說3道四。陛下，突厥為雁門關數月，糧草告急，百姓流離，只有聯姻可汗才能解圍，請陛下三思。夠了，真氣人！先去看看樊郎又給我送了什麼好東西。樊郎，你真是的，對我太好了。那個望遠鏡朕很喜歡。能看到城外50里的突厥營帳，配你送的兵法，簡直如有神助。謝謝樊郎。對了，樊郎，這黑色的水是什麼？竟如此好喝。還有這紅色的長條，朕從未嘗過如此滋味。那叫快樂水，管夠，你要多少我有多少。樊郎對朕真好。這幾卷是太宗皇帝手書的帝範，朕看膩了，你拿去翻翻。這盒子裡是西域進貢的天山雪蓮，泡水喝，補身子。等你來了，咱們為大唐開枝散葉。對了，今日是我的生辰，樊郎，你不跟朕說點什麼？生辰？今天是你生日？去，派直升機，5分鐘時間，過去海底撈請個專業團隊過來。跟所有的煩惱說拜拜，跟所有的快樂說嗨嗨，嗨吼。這一調唱得真好聽，朕很喜歡。陛下，
宮內抓到了幾個刺客，您要不要去？朕去砍人了，回聊。林凡同志，国家可以给你请声乐老师的，报销。这竟是太宗皇帝的亲笔手书，笔迹跟故宫藏品温泉铭完全一致。这可是龙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帝王治国方略，史书上只记載了殘篇，原本早就失傳了。曾教授，現在還不是你不懂，光這幾卷竹簡就能改寫整個唐史研究，全世界的漢學家都得跪着來求我們借閱，諾貝爾和平獎都不夠，得單獨給我們設一個諾貝爾歷史獎。諾貝爾的事兒先放放，我們來捋一下林凡過去之後面臨的局勢。突厥10萬大軍壓境，前鋒2萬駐紮在雁門關外，主力未動，說明他們在等信號，很可能是長安裡有內應。所以林凡同志，你過去以後，不只是吃軟飯，還要守護好大唐國土。國家會全力支持你，但到了那邊，很多事情得靠你自己判斷。張處，那我能帶槍過去嗎？事關國運之事，別說肉武器，坦克我都可以給搞來。報大汗，唐軍今日突然變陣，我軍前鋒3次試探全被提前預判，死傷慘重。什麼？唐軍可能提前知道我的調兵部署，大朝朝堂必有高人指點，傳令金狼衛潛入長安，給我查清楚是誰在背後搞鬼。相爺，宮裡傳出消息，那個妖境裡的人送了一件神器給陛下，能看到50里外的一草一木。禁軍已經用它摸清了突厥前鋒營的全部部署。什麼？若突厥的一舉一動都被他看透，那聯姻之計就徹底成了廢紙。更可怕的是，那個所謂的神使還能送出多少這種東西？哼，先下手為強了。從明日起，讓內侍把這個摻進他每日的天山雪蓮茶裡。屆時，即便那神使來了又如何？報大汗，唐軍不知從何處得了一件神器，如同長了千里眼，能看清我方動靜。我說，怎麼幾天之內，唐軍突然能看穿我的一切不是，造出這等神器之人，斷不可留！是誰給那女帝送來的神器？把他揪出來！無論是誰，我要當着全軍，讓他萬箭穿心，挫骨揚灰！是。洪熙，不管你背後到底藏了什麼人，藏在何處，都得死。陛下，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神使，您罔顧江山社稷，拒絕聯姻，老臣這才不得不在您的食物裡下毒，聯合突厥大軍破城。您不死，大唐遲早完。黑老狗，你勾結突厥，引狼入室，樊郎乃是我天命中人，豈容你們說三道四？哼！钦天監說陛下被妖精攝了魂，看來所言不假。您那神使呢？都這般境地了，他在哪兒？老臣這就送陛下和這神使下地府相會。樊郎，距離陣法穩固還有13天，妻兒終究是等不到樊郎。若有來世，不愧是國家最高科研園所出品，刑天外骨骼裝甲負責近身防禦，雷暴電磁步槍負責遠程擊殺。有了這套裝備，你在大唐就是人形步槍炮。遇到感染傷口，用蜂蜜加草木灰緊急消毒，放血、骨折復位等急救方法必須全部背熟。這是畝產8倍的雜交神種，帶過去，你就是大唐的農神。幸虧我有過目不忘，否則得學到猴年馬月呀。還有13天，我得背完整個現代工業文明。林凡，這是我連夜整理的急救包、便攜淨水片、打火機等生活用品。陳處長，你之前不是覺得我是精神病？以前是以前，現在是現在。權力的遊戲，可以放未篩鍵版的嗎？好好看，等下給你約了課。還有什麼要學的？情感專家，有他的培養，相信我，你很快就會成為最強的把妹王。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夠抵擋住你的語言魅力。太專業了，這都能想到。警報！警報！檢測到女帝5期生命體徵急速下降，空間法陣因女帝絕望情緒提前崩塌。張處長，
女帝出事了！我要提前穿越了！什么？全员一级战斗戒备。陈刚，把给林凡同志准备的书和道种都装进武器装备补给包，扔过去。林凡同志，国家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老子死记硬背了整个龙穴工商，想着端稳这碗软饭，你竟然敢砸锅！准备好迎接现代火力的物理超度吧！樊郎，樊郎，你真的来了！老夫说什么来着？这妖精果然招来了妖物！弟兄们，杀了这妖物！救大唐社稷！妖物还想污名化我？我乃神使下凡，拨乱反正。你说女帝被妖精摄了魂，那你勾结突厥，又是被什么摄了心智？狗胆包天！老夫是为了大唐社稷！这盒子里是西域进贡的天山雪莲，给樊郎泡水喝，补身子。这雪莲里掺了乌头碱，会一点点吃心脉。是你下的毒，解药在哪？快说！你怎么可能知道？我说。好，解药在我府中密室，东乡第3间地砖下。去他府上把解药取回来，顺便把密室里的东西全搬出来，一样不留。遵命。喜儿就知道樊郎会来。无情，无情！脉搏微弱，心律不齐，最终发残。这是乌头碱慢性中毒。你给他下了多久的毒？3个月，日日不断。难怪毒入心脉，命悬一线。这老狗真是好狠的心。只有意志，打下去能临时拉回心率，但最多撑2、3天。樊郎，别走！不走，但你得撑住。注意，女帝生命体征下降，剩余生命时间71小时58分。若女帝死亡，铜镜碎裂，宿主将永困于大唐。龙果果运送断裂。我古运绝不能断。裴彦辰府中密室搜出来的，帛书上写了毒药配方，但没有解药。解这个毒需要蜂蝶花的提取物。长安城里有没有精通丹药的道士？有个叫气虚的老道士，住在永乐坊。朝中太医都治不好的怪病，他能治，但他脾气大得很。上去太医院的人去请他，被他放出3条大黄狗撵了2条街。不给看，那就让他见识点他拒不了的东西。看不懂字吗？老道不看病，不炼丹，不算命，滚！道长，我不请你看病，我請你看一樣東西。這一粒下去，退燒止痛，傷口不爛。沒有雜質，渾圓如珠。你這是怎麼做出來的？這個說來話長，但我現在沒時間細說。人命關天，我心愛的人烏頭界慢性中毒3個月，心脈衰竭。你手上有沒有蜂蝶花？你是什麼人？一個端軟飯的。道長，時間緊，幫還是不幫？蜂葭花老刀有，但提取需要6個時辰，否則濃度不夠，反而會加重中毒。有這些工具，2個時辰足夠。
這不是琉璃。老道，我活了70年，也沒見過這麼通透的東西。以後有机會再教你做，現在先救命。老道行医50年，什麼怪病都见过，但用这透明气品蒸药，聞所未聞。你究竟從何而來？一個不用砍頭的世界，大部分時候。那倒是不錯。太廟出事了！剛剛繼續在裴府搜查的禁軍來報，搜出了突厥密信，上面列着宮中內應名單，可能有突厥金狼衛混進了禁軍中。无錫身邊現在誰在守？只有20個禁軍和2個宮女，但1個金狼衛能殺10個禁軍。道長，這個不能停，停了藥也就廢了。勞煩您幫我看着，2個時辰後我來取。若我沒回來，還勞煩您送去太廟，救人急用。回頭請你吃更多。什麼東西？味道竟如此奇特。3個突厥人穿的禁軍衣服，用的還是草原彎刀。天這麼黑，準頭有限，得想辦法讓他們暴露位置。背包裡有鎂條和化學引燃劑，加上硫磺和木炭，可以做簡易半发地雷。踩上去炸不死，但能暴露位置，剩下的交給子弹。看哪！他往侧殿去了，陛下還在側殿。你一个人解決了這麼多，不重要。你來看看這個金狼令，這是突厥可汗的親衛死士令。他們的目標是銅鏡，這幾個突厥死士只是探路，外面肯定還有接應。子彈用1顆少1顆，裝甲的電量也只夠再撐2天了。還是先救人要緊。煎了整整2個時辰，已經到了能用的程度。但老道醜話說前頭，3個月的慢性中毒，心脈損傷太深，這藥恐怕只能暫時解毒穩住性命。心脈要養至少半年。先保命，養的事以後再說。心脈趨穩，無頭繭殘毒正在被壓制。名单，你怎麼起來了？快躺下！朕還沒死，朕的江山等不了。裴彥臣餘黨的名單拿來。陛下，您怎麼？名單：兵部主事張溫，工部員外郎李衝，太常報事王恆。這3人證據確鑿，即刻拿下。明日5時斬首示眾。遵旨。名單上餘下幾人呢？餘下4人證據尚淺，放長線。讓你的人盯緊了，鼠輩自會領着我們找到更大的鼠窩。他到底是女帝，哪怕躺在鬼門關前，也要親手攥着自己的江山。朕剛才做了個夢，夢到你提着一把會發藍光的槍，踩着裴老狗的後背，可威風了。那不是夢吧？不是，裴彥君已經被關進地牢了，你的禁軍統領也到了，太廟重新布防，安全的。樊郎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你身上的鎧甲，那雷槍，絕非此間之物。你真想知道？朕這條命都是你救回來的，你說什麼，朕都信。我來自1300年後，但現在沒什麼比你活着更重要。那1300年後，朕在你那邊是什麼名聲？千古第一女帝，褒貶參半，但沒人敢說你不厲害。那樊郎覺得？我覺得歷史書都在騙人，他們明明沒寫這位女帝是這麼粘人的小可愛。混賬！樊郎，那你一定知道朕的一生。那歷史上的朕最後是怎麼死的？你剛解完毒，先養身體，這個以後再說。那你就留下，哪兒也不許去。
救治女帝任務完成，女帝信任值加50，關係評級從白條升至知己，獎勵銅鏡單次傳送體積上限提升3倍。這樣就能從現代運更大的東西過來了。正好裝甲快沒電了，突厥可汗不會只派義務人，我得早做準備，不然下一次我拿什麼保護他？樊郎，你不肯說朕怎麼死的，是不是結局很慘？林凡同志，你那邊情況怎麼樣？銅鏡信號連不上，我差點以為你掛了。裴彦真謀反，對武器下毒，還勾結了突厥，放了刺客進宮。昨夜突厥人來搶銅鏡，被我幹掉了，但子彈打光了，裝甲電量也只剩1成。補給，馬上補給！銅鏡傳送開了嗎？開了，而且傳送體積上限提升了3倍。張處長，這次我需要更多東西，好應對突厥下一次刺殺。放心，早給你步槍到時10組，裝甲備用電池蘑菇2套，軍用平板電腦1台，可以同步你外骨架設備的記錄儀，回放作戰狀況。還有作物種子1箱方便面2箱辣條，在大唐也不能虧了嘴。太好了，裴彦真虽然倒了，但他在朝中經營多年，餘黨肯定還有。武襲中毒3個月，朝局人心浮動，我得讓滿朝文武親眼看看，誰才是叛國的人。你小子想在大周桃上放 PPT？ 差不多。古人沒見過投影，效果比 PPT 炸裂10000倍。樊郎，你在跟誰說話？你先躺着，身體還沒恢復。朕要上朝。你中毒3個月，剛灌完解藥，上什麼朝？裴彦辰勾結突厥的事若不當眾揭露，明天就會有第2個裴彦辰。朕若不露面，那些牆頭草會以為朕死了。你連站都站不穩，怎麼上朝？所以朕需要你扶着朕一起去。好，我有辦法讓他們全部閉嘴。那就好。朕的男人第一次上朝，不能輸。陛下，您下令拿了张温、李冲、王恆3人，已于武士伏法。余下4人中，崔正和韓昭最為活躍，近日頻繁串聯朝臣。臣恐今日上朝，這2人會跳出來鬧事。亂不了，我來替陛下收拾乾淨。婉兒，今日朝堂上若有人說樊郎是妖，記下他名字。是。陛下，昨夜太庙紫雷降世，裴相身死，滿城百姓惶恐。坊間都說陛下被妖精蠱惑，引妖物入宮，此人來路不明。臣懇請陛下將他交大理寺審問，以安天下人心。此人来路不明，身穿妖甲，手持雷器，非人間之物。裴相縱有過失，也是一心為了社稷。陛下為了一個妖人殺朝廷柱柱，天下人寒心吶！說完了。臣句句肺腑。樊郎，他們說你是妖物，你怎麼看？妖物？那我再使個妖術讓你們瞧瞧。這是雁門關外50里處的突厥大營，帳篷4700座，兵力2萬。陛下用我送來的千里神鏡看到的。各位大人，要不要數一數？這是裴彦真府中密室搜出來的，突厥可汗親筆信，約定裡應外合，破城之後裴彦真封王，條件是交出陛下。崔大人，你說裴相一心為社稷，敢問他忠心的是誰家的社稷？裴彦秦密室帛書所載，與突厥通敵者名錄，禮部侍郎崔正，御史中丞韓昭，均在列。還有誰想替裴老狗喊冤？昨夜裴彦辰叛亂，勾結突厥，
對陣下毒3月，引突厥刺客入宮。若稱樊郎千里赴難，朕已身死，大唐已亡。礼部侍郎崔正、御史中丞韩昭，通敌叛國，罪证確凿，斩立決。手戟掛朱雀門，與張溫、李衝、王恆並列示眾3日。陛下饒命！臣是被裴彦琛脅迫的，臣拖下去。其余附逆者，削官籍，全族流放岭南。有不服者，现在上前一步，朕親自來聽。朕今日當眾宣旨，封林凡為天策上將府軍師，賜金印紫綬，參議軍國大事。自今日起，軍師之令等同朕的口諭，有異議者上前一步。臣無異議，臣等遵旨。從今天起，你不是端軟飯的，你是朕的人，名正言順。这东西挺沉，能换钱吗？混账！陛下龙体偶感不适，退朝。崔正、韩昭立刻押往大理寺，散朝。樊郎，真威风吗？威风，但下次能不能威风完再斗？不行，朕要讓他們看到，是你接住了朕。這女人連運斗都要算計好在誰面前倒，為我造勢，我得讓滿朝文武心服口服，才不枉費她這番心思。軍師接住了陛下，你沒看出來？陛下那是故意倒的啊！老夫活了60年，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暈倒這種事兒幹得這麼有章法。鮑大行，長安傳來消息，堂弟封了一個叫林凡的人為天策軍師，賜金印紫綬，就是那個召喚雷柱的人。究竟是何方神聖，能有如此力量？會不會和我要找的人有關係？傳令金狼衛，給我好好查查他的底。之前那個畫像上的人也繼續找。你身體不好，不要如此操勞。情況緊急，陛下也是沒有辦法。突厥起兵焚燒了北方3批運糧車隊，糧道徹底斷絕，3日之內斗米漲至300文。京城已有百姓在朱雀門外聚集。突厥這是要逼死長安。不止如此，臣讓人核查了官倉賬冊，上面存糧有4萬石，但實際開倉清點只有2萬石不到，整整少了一半，不知去向。少了一半，竟如此大膽！哼，大唐的贮主，你會一個一個揪出來。臣懷疑是兵部左侍郎劉淵經手的軍糧調撥出了問題，但暫時沒有直接證據。他還提議棄守長安，南遷洛陽。外有突厥燒糧，內有蛀蟲偷糧，百姓餓着肚子就會怨朕。戶部尚書請開官倉放糧，但官倉存糧只夠撐7日。三面刀子一起割，他們是想逼朕要麼南遷，要麼垮台。還有一件事，朱雀門外有百姓在牆上寫了“妖精禍國”4個字，坊間有人在傳說銅鏡招來了災禍，突厥圍城是因為陛下留了妖物在宮中。他們罵朕，朕忍；說銅鏡是禍根，朕也忍。但樊郎是朕的，誰都不准怕。糧道被斷是這幾天的事，但2萬隻糧食不可能幾天之內就平穩下來。也就是說，偷糧是早就開始了，這不是巧合。樊郎繼續說。如果劉淵真是幕後那隻手，他主動提南遷就說得通。長安一亂，糧價暴漲，他是在發國難財，不能讓他得逞。等我種出糧食來，他南遷的陰謀就不攻自破。多虧穿越前趙博士往背包裡塞了這玩意兒，不然現在真得抓瞎。這叫雜交水稻種子，畝產是你們現有稻種的8倍，種下去2個月就能收割。8倍？8倍，這是1300年後的農學成果，解決了14億人的吃飯問題。但2個月太久，長安撐不住。我還帶了無精種子，這東西不挑地，耐寒耐旱，7天就能出苗收割，先救急。朕的黃莊在城郊永安渠旁，200畝上等水田。你要什麼，朕給你什麼。我還需要一個懂煉丹的道士幫我配合。去請清虛道長。道長，
你炼丹用的硝石就是氮肥的主要来源。草木灰里有钾，骨粉里有磷，按这个比例混合，就是最有效的复合肥料。硝石、草木灰、骨粉，这3样老道炼丹确實常用，可這玩意兒混在一起往地裡撒，不會把苗給燒死？比例對了就不會。你煉丹不也講究火候配比嗎？一個道理，不要在意那麼多細節。學會了沒？有理，老道明白了。去把各家的草木灰全收來，骨頭渣子也要，越多越好。軍師大人，不是小老兒不聽話，小老兒種了40年地，從沒聽說往地裡撒硝石骨粉還能長莊稼。這要是把苗給燒死了，全家老小跟着餓死，誰擔這個責？城裡來的官老爺懂什麼種地，人菜化海。這像是無精種子，但這籽粒比我們尋常種的更飽滿。對，各位都種過無精，知道這東西皮實，不挑地，耐寒、旱澇都能活。只不過你們以前種出來個頭小，產量低，當不了主糧。問題不在種子，在土。你們想想，最肥的莊稼是不是都長在沤過糞的地裡？我這肥料就是把沤肥的道理用到了極致，讓這無精7天就能長到尋常2月大小。7天，軍師大人。小老兒種了40年地，所以你比誰都清楚，無精這東西長得快不稀奇，稀奇的是怎麼讓它長得又快又大。信不信不要緊，那邊200畝種一季水稻，這邊劃出10畝來種無精，7天後就能見分曉。賭一把如何？否則7天後全長安吃什麼？種，都愣着幹什麼？信一把軍師大人的種子，種。官倉存糧不足7日。就算再省，也不過多撐幾日。軍師那套撒灰種地的把戲，真能變出口糧來？等他種出來，長安百姓的骨頭都涼了。劉大人所言不差，按目前消耗，後日午時糧盡。明日朱雀門外百姓還會聚集鬧糧，老夫要當着全城百姓的面，請陛下下旨南遷洛陽。那個所謂軍師若敢攔，讓他拿糧食來說話。劉大人，軍師畢竟有陛下金印在身，當眾駁他的面子，會不會太冒險？金印是陛下給的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。他林凡憑什麼坐在那個位上？憑一面銅鏡，幾個花招？長安城裡的世家大族經營了幾代人的產業，黃莊試驗田一搞，下一步是不是要重新張良田目，打壓豪強？到時候在座各位的家主還保得住嗎？糧食沒有，花招倒是一套一套。諸位想想，他來了之後做了什麼？裴相死了，崔大人、韓大人也死了，朝中老臣還剩幾個？下一個會是誰？大人，洛陽那邊的田莊已經收了3000擔糧了，都囤在莊子裡。若南遷而行，這批糧轉手就能翻5倍。急什麼？長安餓得越虎南遷，呼聲越高。等百姓徹底對女帝失望了，老夫就是救他們於水火的功臣。那坊間散布妖精禍國的人手還要繼續加派人手，讓百姓罵女帝、罵銅鏡、罵那個軍師。只要民心散了，女帝就是空架子。是。3天沒吃東西了，朝廷到底管不管我們死活？自從那銅鏡進了宮，突厥就圍了城，糧也斷了，都是那妖物害的。樊老，兵部左侍郎刘淵串通了20多名官員，要在朱雀門逼朕南遷。婉兒說，百姓在城牆上寫了妖精禍國。你在意？朕這輩子被罵慣了，否極司臣、妖後亂政，什麼難聽的話都聽過。可百姓罵朕，是因為他們餓。朕若連百姓的肚子都填不飽，這天下朕不配做。放心吧，6天前種的速生五經，明早就能收。10輛牛車的菜，夠朱雀門外那些百姓吃上一陣。明天我直接拉到城門口，當着全長安的面擺出來，看劉淵還怎麼唱南遷的戲。劉淵這個人，朕一直覺得不對勁。南遷對兵部沒有好處，他一個左侍郎，何必拼了命的推？你懷疑他有私心？官倉莫名少了2萬支糧，婉兒查了半個月都沒找到去向。朕總覺得這跟劉淵脫不了干係。明天我先解決糧食問題，堵住他的嘴，等他自己跳出來，證據自然就來了。好，明日朱雀門，朕也要去。劉淵當眾逼宮，朕若不露面，南遷派只會覺得朕心虛。
朕必須去。行，但你必须坐轿子去，不许走路。樊郎，明天给他们好好看看朕的男人有多厉害。李凡，能听到吗？铜镜的信号减弱的比预计的更快。技术组测算了一下，上次传送弹药和电池之后，通道的承载力又降了回去。那还能传东西吗？小件还行，大件越来越难。你那边要开始考虑就地取材了。铜镜撑不了太久，粮食问题必须靠大唐自己解決，不能指望從這邊傳送。諸位父老，官倉存糧不足2日，突厥圍城已斷糧道，若再不南遷洛陽，全城百姓都要餓死在長安城裡。朝廷到底管不管我們死活？都是那妖精招來的禍，把那東西砸了，突厥就不圍城了。那位天策軍師何在？他不是說能種出8倍糧食嗎？7天已到，糧食呢？在哪兒？百姓要餓死了，軍師還在黃莊裡玩泥巴，只會弄些奇技妖妙，能變出糧食嗎？陛下信錯了人，社稷危矣。喲，軍師來了，帶了你那些撒灰種地的把戲來了。劉大人，你說官倉只剩2日糧，那我問你，南遷洛陽路上要走多少天？要消耗多少糧？突厥騎兵追上來的時候，我們拿什麼擋？南遷不是避難，是送死。你不是要口糧嗎？看，各位父老，這是黃莊7天前種下的無精，你們都種過無精，知道這東西皮實耐寒不挑地，用了我的肥料配方，讓土壤肥力翻倍，7天長到了這麼大。我信，種地的老人家就在這裡，當面問。小老兒對天發誓，這菜是小老兒親手種的，親眼看着長的。軍師大人的法子確實好呀，那肥料下去，苗就跟喝了水似的往上竄，咱們不用愁餓肚子了。不可能，7天怎麼可能長出這麼大的無精？把無精切了分食，讓百姓們先嘗嘗。娘，甜的，你也嘗嘗。帝释神宗，帝释神宗。朕的軍師就是朕的底氣，大唐不南遷，長安絕不可失。黃莊200畝水田已種下良種，2個月後糧倉裝不下，無精分批輪種，足以撐過這段日子。誰再妄言南遷，便是替突厥口環趕我們出自己的家門。手怎麼這麼涼？你又不聽話跑出來。朕的男人在外面給朕長臉，朕怎麼能躺着？香啊，真香！可汗大人一定会滿意這個消息。突厥走狗，竟敢潛入中原，給我拿下！什麼？螺旋紋黑玉墜，突厥皇室暗境。你不是普通探子，說說吧，你來做什麼的？軍師好眼力，那你可知道你的枕邊人愛的是你還是你這張臉？可汗手中有一面殘鏡，跟你那面銅鏡原本是一對，殘鏡裡存着一個人的影像，跟你長得一模一樣。哦，他是什麼人？戊戌還沒登基的時候，這個男人憑空出現在長安，幫他掃清政敵，殺了30多個朝中重臣，一手把他推上皇位。你可知道，你這張臉可是女帝心中永遠的執念，殺了你，她就會崩潰。雖然我現在殺不了你，可我已經把確認你的臉和銅鏡一樣的信息傳回突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關好他，嘴堵上。如果他只是在我身上找另一個人的影子，那這碗軟飯我還能心安理得地吃下去嗎？檢測到宿主情緒異常波動，是否查詢前世檔案？不急，我喜歡當事人。戊戌，你只是把我當做替身了嗎？不管答案是什麼，
我得親耳聽你說。樊郎回来了，大理寺那边审出什么了？审出一件有意思的事，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。过去是不是曾有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樣的人？誰告訴你的？那個突厥的密探，他說可汗手裡有一面殘鏡，存着那個人的影像。 20年前，朕還沒稱帝，甚至還沒入宮。那年朕14歲，被從感業寺接回長安的路上遇到了一個人，他也說他來自千年之後。他幫朕掃清了所有攔路之人，一個不留。朕問他為何如此，他說，因為朕注定會成為千古第一女帝。然後呢？他死了。太子舊部發動宮變。 他替朕擋了17刀，死之前他說他會回來的，到時候樊郎就能永遠留在朕身邊了。這一次，誰也帶不走你。難怪你當時那麼篤定我會傳來。他叫什麼名字？ 林凡，系統所有者信息解鎖，宿主前世：天授元年，術士林凡。偏軟飯系統其實名為歸位系統，乃前世宿主臨終前自設，嵌入銅鏡核心陣法。等等，所以上輩子的我。 臨死前最後的遺願不是報仇，不是留遺言，而是給下輩子的自己設計了一套拼軟飯系統。對啊，他對轉世的自己，也就是你的定位是軟飯硬吃，保命優先。下輩子替我好好照顧他。原來上輩子的我拼了命保護他，又設計了系統讓我回來繼續守護他。前世今生2輩子的軟飯，不吃也得吃。 朕等鏡發光等了1輩子，所有人都說朕瘋了，說那個男人是妖，銅鏡是邪物。朕把說這話的人全殺了，直到銅鏡終於亮了，朕透過鏡面看到的是你的臉，跟他一模一樣，朕就知道是你回來了。希兒，前世救你的是林凡，這一世留下的是我林凡，我不是他的影子，也不是誰的替身。混賬！你以為朕分不清嗎？這2個月，朕靠着的，朕信的，朕離不開的，從來都是你。 林凡同志，你說什麼？你前世是大唐術士，是你造了這面銅鏡。系統說上輩子的我死在宮變裡，突厥的探子說他們可汗手裡還有一面殘鏡，如果跟我這面銅鏡原本是一對，那他能做什麼？那會不會銅鏡衰減越來越嚴重？正是因為突厥可汗可能在嘗試激活殘鏡，兩邊此消彼長。林凡同志，你必須做好一個準備，出於安全考慮，銅鏡可能在某一天徹底斷掉。在那之前，你要在大唐那邊建立起自己的根基，不能什麼都依賴這條線。明白。 大汗，長安密探確認，那個叫林凡的人跟您之前要找的人的畫像完全吻合，他也有一面銅鏡。自20年撿到他起，就一直覺得他不凡，只可惜他碎了一半，打不開。如果那個叫林凡的人的特殊力量都是從銅鏡獲得，那我若能拿到他的銅鏡，將2面鏡子合在一起，大汗是要奪他的那一面銅鏡。是。 他是外來人，機全在女帝一人身上，大唐自己的人都未必能容得下他。讓探子使力攪渾這潭水，本汗要揮師南下，去長安奪銅鏡，那鏡中的一切力量自然歸本汗所有。有了那些東西，突厥鐵騎將無敵於天下。是，臣即刻聯繫。上次陛下讓我查劉淵的事，已經有眉目了。3天前，他換了便服去東郊廢驛站見了一個突厥人。 那人給了他一枚金狼令，想來明天祭天大典，劉淵一定會跳出來。樊郎可有對策？他越慷慨激昂，就越沒有退路，所以我的策略是，讓他演。他愛唱戲，便給他起高台，等他把滿朝文武的注意力全吸去，我們再當眾把他通敵的罪證亮出來。樊郎，你越來越像個大唐的臣子了。
我哪是什麼臣子，我就是來幫你的。臣兵部左侍郎刘渊有本启奏。陛下，自军师掌权以来，裴相身死，崔正、韩昭伏法，朝中肃老失去其期，老臣們為大唐效力半生，如今人人自危，臣等23人以血為書，懇請陛下罷免軍師之職，恢復舊制，以安天下世事之心。軍師新政推行張良田畝，收歸糧倉，打壓各地大族，世家百年根基一朝動搖，士紳離心，天下動盪。臣願以死相見，若陛下不允，臣今日便撞死在這祭壇上。陛下，臣並非要與軍師為敵，只是軍師以外來之身，掌一國經政大權，推翻百年祖制，動搖世家根基。長此以往，縱無外敵，大唐也將從內部崩塌。今日當着天地宗廟，滿朝文武，長安萬人，請陛下將此人交付大理寺審問，以正國法，以安史心。說得好，說得比裴彦辰還好。裴彦辰只會喊妖物，你比他高明多了。你替自己披上了一件為天下士紳請命的外衣。劉大人說我動搖世家根皮，那我問你，官倉4萬擔糧食，實際2萬擔，少的那半誰動的？軍師大人，糧倉調破自有戶部和兵部警校，豈能一口咬定是某人所為？這是劉大人袖口的繩結，這是突厥密使脖子上的繩結。這種螺旋鞭法只有突厥王庭在用。劉大人，請問您什麼時候學的突厥手藝？血口噴人，一條繩子能說明什麼？陛下，既然劉大人不見棺材不掉淚，臣請旨搜身。你們不能碰我，我是朝廷命官。劉大人，嘴上喊着為天下請命，靴子裡卻藏着突厥可汗的金狼令。官倉少了2萬擔糧，也是你偷着轉運到洛陽的吧？你說我動搖世家根基，可你動搖的卻是大唐的國本。拖下去，斩了！你以為殺了我就完了？可汗要的是你那面妖鏡，只要妖鏡在大唐1日，10萬鐵心就不會退。林凡同志，壞消息！時空探測儀捕捉到了第2條裂縫信號，方位指向突厥草原。殘鏡在被激活。技術員推測，突厥那邊在嘗試用殘鏡打開通道，一旦成功，我們現在這邊也暴露了。這不只是大唐的事兒，也是龍國的安全危機。那就不能等了，我要帶兵去草原，在他打開通道之前把殘鏡砸了。大唐的兵，你拿什麼武裝他們？铜鏡傳送有上限，我沒辦法給你無限補給，所以我不靠銅鏡。糧食已經種下了，我要在大唐本地建生產線，炸藥、火箭、投石機全部自己造，不能全等着你們投喂。好，林凡同志，你成長了。你在那邊守護大唐，就是在守護我們共同的文明血脈。龍國永遠是你的後盾。我們這邊繼續想辦法穩住通道，給你搞一份完整的軍事工業手冊傳過去。3個月。我要解決軍需，武裝出一支軍隊，穿越千里草原，摧毀殘鏡。這大唐的天下，我林凡扛了。陛下，軍師要在黃莊建新鐵方，還要從官營鐵力中分走3成。臣身為工部尚書，豈容一個未曾摸過鐵錘的黃口小二染指鐵力？軍師種良確是一把好手，但軍備可馬虎不得。若延誤了兵器供給，叫邊關將士拿什麼抵禦突厥鐵騎？段大人，我且問你，您掌管工部多少年了？整整11年。大唐鐵房的每一塊磚都有臣的心血。是嗎？那您真該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有沒有努力。這11年，大唐官營鐵房又增產了多少？我來替你答。產量不僅沒變，質量還越來越差。邊關將士用的橫刀，砍3個突厥兵便捲刃斷裂。一派胡言！金剛難得，10練百練方出一把好刀。
岂是一朝一夕能改进的？所以我跟陛下打了个赌，用我的炒钢法，若能让钢铁产量提升10倍，刀剑坚韧度翻倍，工部才分我3成利。怎么嫌少？格局打开，50倍分4成，100倍分5成。军师好大的口气，陛下，若他真能做到，臣甘愿让出铁坊大权；若做不到，臣请治他欺君误国之罪。若做不到，我项上人头，任你处置。点火！等着看笑话吧！一路废铁渣子出来，老夫亲手把他的脑袋拧下来。抽出你们的刀，用力朝这块钢皮砍下去！这就是你们工部造了11年的刀，边关将士拿着这樣的刀上陣殺敵，是要将士們拿命去填嗎？若將此鋼斷成甲片，突厥彎刀砍上去，怕是連白印都留不了。軍師的對賭，朕準了，工部全力配合，誰敢拖延，以通敵論處。段大人，您方才不是說要親眼見證，現在見證了，還有何話說？臣知錯。樊郎，你方才真威風，以後朝堂上你儘管放手去做，朕給你撐腰。你就不怕我把朝廷的錢都分走？朕的就是你的，分什麼分？這只是第一步。鋼鐵解決了刀甲，但要打突厥騎兵，還需要炸藥和投石機。炸藥比道士煉丹炸爐猛100倍的東西。我需要把長安城裡所有會煉丹的道士招來，組建一個工坊。朕下旨讓清虛道長去找人，但段倫今日丟了顏面，定不會善罷甘休。他背後是齊州段氏。工坊的位置和配方只有我和清虛知道，我會防着他。萬事小心。今日朝堂之事你們都看到了，他要分走官營鐵力，下一步就是要收歸冶煉權，斷我們世家的根基。崔正、劉淵都死了，下一個輪到誰？段大人，他有陛下撐腰，明面上咱們動不了他呀。明面上不行，那便來暗的。那些煉鋼爐、火藥作坊，一把火就能燒個乾淨。沒了工坊，我看他拿什麼兌現對賭？去聯繫東城的人，手腳乾淨點。大人放心。一個外來人想動世家100年的范范，也得看自己有沒有這個命。都聽好了，軍師大人的秘方，出了這道門就爛在肚子裡，誰敢外傳，貧道親手把他扔進八卦爐裡祭火。師叔，咱們不是來練長生丹的嗎？怎麼弄得這架勢要上陣殺敵呀？這就是上陣殺敵。各位道長，你們平時煉丹用的硝石、硫磺、木炭，按照我這圖上的比例混合研磨，就是火藥。但我需要顆粒化的火藥，裝進特制的鐵殼裡，做成炸藥包。這東西塞滿火藥，插上引芯，點燃扔出去，一顆就能把一輛馬車炸上天。別亂摸，等把配方備熟了再碰。道長，這批火藥3天內必須出長品，突厥的彎刀可不會等我們。軍師放心交給貧道。這配方我煉丹時早有雛形，只是從未想到如此配比。這就按捺不住上門查探了，那就將計就計好了。軍師，安探傳回消息，段陵昨天散朝後見3名世家官員秘密見面，他的親信傍晚出城，偷偷進了東郊費禕站。費禕站，那裡常有胡商把趕來出售的馬兒寄灌在那個地方，漸漸成了個小集市，魚龍混雜，咱們的人跟丟了。這是我剛才在北牆外印下來的。突厥人的戰靴已經踩到咱們工坊地界上了，段陵動手的目標肯定是工坊。如果庫房裡那幾百斤硝無硫磺被點化的話，半個黃莊都得化為焦土。屬下立刻加派禁軍。不，人多反而會打草驚蛇。
叫人把火药原料悄悄搬进地窖，库房里换成沙土，蓋上麻布，巡逻照旧，在暗中调2队禁军埋伏在工坊周围。又是你那半发地雷？对，送给突厥朋友的见面礼。上烟法，别管烟，先烧炉子。是沙子，中计了！找火药，早给你们腾地方。道长，明天去城里散布消息，就说工坊大火，炒钢炉全火，火药原料全都烧了。军师这是要将计就计？对，先让段灵高兴2天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陛下，臣昨夜接报，黄庄冶铁工坊突发大火，3座炒钢炉尽毁，火药作坊原料被付之一炬。军师的新法不仅未见成效，反倒劳民伤财。臣恳请陛下收回册命，恢复工部旧制。陛下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新法终究不如祖制。段大人，你昨晚派去放火，手脚不太干净。你血口喷人！臣不知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，这几个人身上搜出了你工部尚书的私印令牌。段大人，你要不要当着陛下的面跟他们对对质？臣认罪。来人，摘去他的官帽，押入大理寺严审。樊郎，你昨夜是故意撤走守卫，放任他烧作坊的？算不上故意，只是提前猜到了他的心思。核心设备和原料早就转移了，他烧的不过是几个空壳子。以后不许再拿自己当诱饵，万一他们下的不是火，是刀子呢？有陛下给我撑腰，我怕什么？没个正经。段云虽然倒了，但婉儿连夜审了那8个黑衣人，其中有2个骨骼形貌根本不是我大唐子民。突厥人是金狼卫，段陵背后有突厥可汗的手在推波助澜，他们在长安的情报网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深。既然他们把手伸进来，那就不能只被动挨打。我迟早要推动踏平突厥王体，但先得把长安的眼线拔干净。敌暗我明，你要如何拔？用他们自己人。段伦现在关在大理寺，他为了保命，肯定愿意吐出几个联络人的名字。我去大理寺亲自审他。段大人，饿不饿？你想怎样？问你几个名字而已。跟你接头的突厥金狼卫叫什么？长安城里还有多少突厥探子？我若都说了，你可能放过我的家人。我女儿今年才14岁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我说，西市的湖上铺子和东郊废驿站都是平日的接头地点，每处都有几个探子，接头的人叫阿史那古烈。昨夜臣奉命清剿金狼卫暗桩，于西市查获密信，信中所在，突厥可汗已集结15万大军，比此前军报多出整整5万。突厥前锋3万精骑已越過阴山，不出半月，便可兵臨長安城下。陛下，15万剑骑啊！我大唐兵防军不足5万，如何抵挡？只有和突厥可汗联姻，才能退兵保住社稷。裴彦婵虽是逆賊，但联姻之策并无错错。
挑个宗室女送過去，平息突厥大軍的怒火，保全長安百姓，何錯之有？臣等附議。朕說，江山社稷不需要犧牲女人的年華來保全。陛下，這是國事，長安萬千百姓的命，難道比不上一個公主的婚事嗎？突厥可汗是鐵了心要打，這幫老臣被嚇破了膽，只想着割肉餵狼。臣不同意，臣願請戰，親自帶兵抵擋突厥大軍。軍師未免太兒戲了，連一場正面戰役都沒打過，憑什麼斷言能擋住15萬鐵騎？軍師的炒鋼爐和火器，對付幾個小毛賊或許夠用。可15萬騎兵殺過來的時候，你那些鐵疙瘩能擋住嗎？盧大人，那我問一句，送了公主去和親，突厥就不打了？自古和親都是這樣，結為秦晉之好，自然就退兵了。裴彥臣當初也是這麼說的，可他最後引狼入室。突厥稀罕的不是公主，他要的是大唐的軟弱。你們每退一步，他就進一步。今日送公主，明日割城池，後日納歲貢，那大後日呢？讓大唐百姓世世代代向突厥人搖尾乞憐嗎？你站着說話不腰疼？那你說我們該怎麼辦？拿什麼擋？不和親，不割地，不賠款，天子手敲門，君王死社稷。陛下，臣請旨出征。朕的軍師說得好，大唐立國100年，從未靠送女人換太平。朕在一日，大唐便絕不和親。傳朕旨意，再有言和親者，斬立決。滿朝文武遇事只知退縮，在他們眼裡，朕是女子，大唐的江山就該靠女子的屈辱來保全。他們跪久了，骨頭早軟了。我會用我的方式告訴他們，大唐的脊梁該怎麼挺。你若出征，必須全虛全尾的回來。你敢少一根頭髮，朕要突厥15萬人陪葬。遵旨，臣這就去給那幫老骨頭開開眼。樊郎，這千斤重擔，終究是你替朕扛了。突厥鐵騎為何年年秋冬南下？因為草原滴水成冰，他們搶糧搶女人，歸根結底是怕凍死。把那身透風的鐵甲脫了，穿上這個。神了，軍師，這衣服裡像穿了火爐，不僅輕巧，還直冒汗。突厥人裹着破獸皮在風雪裡打哆嗦，你們穿上這身，就能在極寒的雪夜裡日夜急行軍。大雪就是我們屠狼的掩護。衣服再暖和，也只能保命。真到了戰場上，突厥15萬彎刀砍過來，難道靠幾件衣服把敵人熱死？衣服暖和有何用？突厥15萬鐵騎殺來，穿得再暖，也不過是刀下亡魂。盧大人急什麼？御寒衣物不過是開胃菜，正餐在後頭。此物名為炸藥包，一顆落地，方圓10步，寸草不生。軍師莫非在說笑？這黑鐵弓筒，老臣看街頭道士煉丹也見過，就憑這玩意兒能擋突厥彎刀？10步之內，五臟俱碎，管他穿什麼鐵甲，皆是死路一條。這顆是鐵片炸藥包，那天鋒利碎鐵，一旦炸開，30步內鐵雨洗地。軍師，若靠人力投擲，不過10步，恐傷及自身。可若改用投石機拋射呢？侯老將軍不愧是用兵大家，正有此意。此乃我讓工坊新研製的投石機，較原來使用的射程更遠。300步外投射這種炸藥包，鐵片從天而降，覆蓋面較之前更大3倍。放！
老夫打了40年的仗，今天才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神兵。老將軍，快起來！這只是大範圍殺傷的火器，真正能精準殺敵的神兵在這裡。這槍叫做機針槍，不需要火繩，扣下扳機就能開火。300步之外，連重甲都能打穿。第一發試射，大家都退後，把耳朵捂上。300步就能打穿重甲，有了這樣的利器，我們還怕滅不掉突厥嗎？軍師，從今天開始，我這把骨頭就聽憑軍師差遣了。老將軍言重了，兵器再厲害，也得有懂兵法的人來指揮。怎麼用這些火器在草原上消滅15萬突厥結兵，我還得指望您來排兵布陣。傳朕的旨意，封林凡為神機營統領。臣領旨。警告檢測到殘境能量劇烈波動，突厥可汗正在強行激活殘境，預計15天內時空通道就會徹底開啟。神機營才剛剛建好，突厥居然提前動手了。15天又能怎麼樣？我答應過妻兒，大唐絕對出不了事。只要火力足夠旺，管他是什麼牛鬼蛇神，全給他炸成灰。神經營的動靜，半個長安城都聽見了。你還有多少驚雷是朕不知道的？只要能守住你的大唐，我能把整座軍工廠搬過來。油嘴滑舌。李凡，突厥的残境在強行抽調能量，通报通道只能支撐最後一次單向傳送。快說要什麼武器？不要武器，給我全套軍工圖紙。裝甲微型反應堆，還有大量抗生素和手術器械。大戰在即，你不要槍炮！槍炮我自己造，大唐將士的命我必須保。快！张處長，張處長！回不去了，是嗎？退路徹底沒了。那從今往後，大唐就是你的家。突厥若敢犯，朕便與你並肩殺敵，死戰到底。大唐的天塌不下來。有了這個反應堆，我的刑天專甲就能重啟。接下來的仗，我們自己打。警告：時空通道已徹底關閉。女帝诏曰：天策軍師林凡現神器有功，特封征北左路軍師，秦九為副將。臣領旨。封侯俊賢為右路軍師，牛明達為先鋒，即刻率軍北伐突厥。臣等領旨。此乃太宗欽佩承引劍，持此劍如朕親臨。軍中違令不從者，先斬後奏。吾皇萬歲！大唐萬聖！銅鏡斷了，你已沒有退路。這大唐，朕替你守着，但你必須給朕活着回來。等我踏平突厥，回來陪你看這盛世長安。警告：距離突厥大軍協議界能量降臨還剩13天23小時。神機營，出發！出發！報將軍，雁門關遭3萬突厥大軍猛攻，守將傳信，關城最多再撐1日。3萬？軍報上明明說只有1萬有起。突厥提前發難，看來是可汗急着激活那半面殘境。軍師，此地距雁門關尚有200里，投石機深陷泥濘，咱們3日內絕難趕到。辎重交給你，走大路慢慢跟。秦九，
在，神机营带足机針槍和炸藥包，隨我抄近路。12個時辰內，必須兵臨雁門關。得令。軍師，您終於來了！滾木劣勢全空了，弟兄們準備拿命填城門了。有我在，天塌下來也輪不到你們填命。3萬人，關外連5000都不到。不能啊！前2日漫山遍野都是突厥狼騎，攻勢極猛，昨夜才突然安靜下來。那不過是障眼法。好一招聲東擊西！關外這5000殘兵只是用來妥住你們的誘餌，真正的主力已經繞行陰山小道了。燕山小道，那是直通荊州隘口的死路。荊州守軍不足300老弱，荊州一破，突厥鐵騎3日內便可直搗長安。軍師，那雁門關外這5000人，關門死守。侯俊賢的重兵一到，這5000人插翅難逃。秦九，在神機營掉頭，隨我追擊突厥主力。敢踏入荊州半步者，殺無赦！警告：异界能量波動劇烈。左贤王繞道陰山，我們走直道。再快點，能搶先4個時辰不妨。軍師，弟兄們1天1夜沒合眼，馬也快扛不住了。扛不住也得死扛。荊州隘口一破，突厥鐵騎就會長驅直入關中平原。劉明達在，帶2000人進西側山林，聽到主戰場槍響，立刻包抄突厥側翼。得令。大唐連重甲兵都死絕了嗎？派一群拿短棍的步兵來攔本王！勇士們，給我踏平他們！全體上膛！第1排放，第2排放。軍師，槍啞火了，可能昨夜趟過陰山河道時，彈藥箱底部進了水，受潮了。啞火的退後，第1排重新裝填，以後彈藥都要用油紙包好。秦九，把乾燥的彈藥分發下去。軍師，乾燥的子彈不到300發了，足夠了。所有人瞄準金狼大旗，直打旗手和將領。只夠3槍，得1槍定乾坤了。擒賊先擒王。大唐左武衛牛明達在此，安以受死！安以休走，留下首级！荆州大捷，全歼突厥左翼，生擒左贤王。反狼果然没讓朕失望，恭喜陛下！軍師此戰定能震懾草原諸部。荊州距雲州800里，沿途全是荒漠，神機營帶的輜重怕是撐不到雲州。兵部昨日上奏說前線運糧耗費巨大，國庫空虛，請旨暫緩補艦。暫緩？軍師在前線拿命給大唐拼疆土，他們在後方跟朕哭窮。傳朕旨意，開太原府長平倉，徵調800里加急一馬，把補給送到軍師手裡。誰敢阻攔，力斬不饒。遵旨。軍師，風沙太大了，弟兄們水壺都空了，歇半個時辰吧。不能停，荊州的突厥殘兵一定會逃向雲州報信，我們必須比他們更快。軍師，警告：未知能量正在強行突破通道，宿主肉身正在受到反噬，時空穩定係數下降至37%，通道預計8天後全面崩潰。給我打一針強心劑。軍師，您說什麼？沒事，人哪有不瘋的，硬撐罷了。駕！大唐的軟骨頭，就憑你們那幾架破木頭，連城牆的土都震不掉！趕緊滾回長安，找娘親吃奶！軍師，城門乃百年鐵木，護城河雖乾，強攻定會折損精銳，不如退後10里安營。大唐沒時間耗了。神機營，換破甲雷，放！這是天雷，換空爆雷，清掃城頭！侯將軍，城門已開，大唐鐵騎，隨我殺！軍師，抓了個活口，說是知道突厥可汗的動向。他在哪兒？別殺我！我說，可汗數日前已返回王庭，說要召喚神境裡長生天的力量。
可汗下令各部交出所有祖傳圣物和古迹图腾，还征召了上百名萨滿，要强行打開神境。警告：檢測到高濃度時空異常能量波動，坐標突厥王庭。強行打開，他拿什麼當能量源？撒滿的精魂，各部的奴隸，加上雲州擄走的唐人，足有9000人。秦九，末將在，留500人接管雲州，其餘兵馬不卸甲，不紮營，即刻全速北上。4天內，我要踏平突厥王庭。力量，长生天的力量，快給我！大汗，不可啊！這妖精在吞噬生魂，騰德力會降下天罰的。天罰？等本汗掌握這神力，長生天也得臣服於我。繼續施法！瘋了！你這是要毀了王庭！妖物，他在吸人精魂！各部勇士，快逃！誰敢退半步，殺無赦！儀式繼續。军师，你怎麼了？那面鏡子的能量失控了，突厥可汗一定在強行開啟通道。軍師，前方至號急報，翻過這片戈壁就是突厥王庭，王庭內火光衝天，自有內亂。傳令全軍，丟棄所有輜重糧草，全速前進。軍師，您的身體撐不住的。沒時間了，通道一旦打開，後果不堪設想。神機營開路，左小前，隨我踏平突厥王庭，殺！秦九，你带左翼封死王庭後路，一隻突厥狗都別放逃。神機營隨我直搗祭天高台。遵命。大唐神機營在此，降者免死。大汗，唐軍殺進來了，外圍營帳全毀了，一群廢物，給我擋住他們！儀式只差一點了。你的長生天救不了你，把鏡子交出來！晚了，哈哈哈哈！你這南蠻人根本不懂什麼是真正的神力。系統警告：空間通道開啟倒計時10分鐘，時空穩定係數降至12%，危險等級極度致命。死守大汗！神力，這就是長生天的神力！老實點！沒用了，神門已開，你們這些南蠻子全得陪葬！是，你流血了，炸不碎，砍不爛，通進的通道在抽取我的生命本源當燃料。全軍撤下高台，退避300步，快！老伙計，不管你是誰留下的，再幫我壓制一次。来不及了。
我的前世。没时间了，通道一旦坍塌，2个世界都会毀滅。用你的铜镜，從外部壓制，把這面殘鏡的能量徹底吞噬封印。代價是什麼？系統將作為融合燃料被徹底燒毀，你會變回一個沒有任何保命底牌的普通人。那半透明的人是誰？怎麼和軍師長得一樣？軍師有令，死也不准靠近。警告：檢測到致命融合請求，執行操作，系統將永久關閉，是否確認？你當年留下這保命系統，就為了護我周全，你把保命當最高優先級。但這2個月來，教我打仗的是大唐名將侯俊賢。和我一起做實驗室的是七須道長。系統是你給我的拐杖，但不好意思，現在我不缺了。確認融合。军師，將軍，軍師下了死命，誰也不許靠近。不，那是長生天賜予本寒的神力，給我停下！給我瘋！警告：系統核心熔毀，過目不忘、危機預警等功能模塊已永久卸載。宿主：珍重。替我跟他說句對不起，讓他等了20年。軍師，你怎麼樣？這是大唐全圖，這些經典標記的是何處？不知道，可能這才是真正的底牌。好的霸業全毀了，長生天拋棄了突厥。壓下去，全軍整備，班師回朝。諾。你出征前說會毫髮無傷，如今這般模樣，可這是欺君。換大唐100年太平，這點傷是臣賺了。這筆賬朕記下了，以後沒有朕的旨意，你不許死，必須給朕活着回來。臣遵旨。這些金色斑點究竟是何物？臣尚未查清，但有件事，臣必須現在向教陛稟明。在突厥王庭殘鏡碎裂之時，臣看到了林凡。他的一縷殘魂被困在殘鏡中20年，他耗盡最後力量幫臣封印，徹底消散。他讓臣給您帶句話，他說：“對不起，讓您等了20年。”欠了朕20年，一句對不起就想2000，沒良心！
他欠大唐的，你来还。是，只要陛下管饭，臣定護长安，萬事無虞。如今神机营、火药坊皆歸他手，他还擒获了突厥可汗，风头无两。再任由他做大，朝堂哪還有我世家的立足之地？陛下待他本就異於常人，若有朝一日讓他入了後宮，大唐江山豈不成了他臨凡的囊中物？郑大人慎言，对付此人何須硬碰？我等不如联名上書，奏请陛下封他為異姓王。封王？让他與天子平起平坐？盧大人難道不知捧殺之理？大唐禮制，異姓封王，便與天子同宗同列。一旦封王，他與陛下在禮法上便絕無結為連理的可能。明升暗降，斷其後路，好一招釜底抽薪。明日早朝，老夫便做個惡人，替周大人鋪路。天策军師林凡北伐大捷，生擒突厥可汗，特賜黃金千兩，錦緞萬匹。軍師此戰換大唐20年邊境安寧，朕覺得這些封賞還不夠。你想要什麼，儘管開口。臣為大唐拔劍，不求封賞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，軍師功在社稷，然兵權過重。如今外患已平，為安朝野之心，臣懇請陛下收回神機營兵符，讓軍師安心休養。盧寬，軍師剛為大唐流血，你便急着奪權，是何居心？臣為大唐萬世基業績，請陛下三思。陛下息怒，盧大人此言確有含功臣親之心。軍師功蓋天下，臣以為當加封軍師為晉國王，世襲罔帝，方顯陛下恩威。一頂異姓王的帽子，就想在禮法上徹底毒死我和妻兒的可能。關了世家這算盤，打得可真響。封王之後，林居師便是大唐最尊貴的異姓宗親，與國同修，子孫永享榮華。周大人好算計。軍師大人，即便臣等有私心，但道理不講。您一人獨攬軍政，難道就不怕有朝一日步裴彥真後塵嗎？放肆！你竟拿軍師比裴彥真？裴彥真通敵叛國，軍師卻替朕血戰突厥。陛下，臣並非比這二人品行。再者，即便今日軍師忠心耿耿，誰又能保證他軍師不會有此野心？臣是為陛下的千秋着想。他聽進去了。不對，感情最經不起猜忌。盧寬分明是在離間。盧大人說的對，一人獨攬軍政，確是取貨之道。兵符，我可以交還。陛下，臣不要兵符，也不要什麼王爵，臣只請懿旨，准臣巡視揚州，替陛下經營東南稅賦。大唐要變強，不能只有槍炮，還得有錢糧。准奏，即日起封林凡為揚州大都督，總理東南軍政稅術。神機營兵符暫交兵部，火器工坊仍歸揚州大都督府職權。兵符是交了，可天高皇帝遠，我們所有算計全打在空氣上了。盧大人，這下你可滿意了。東海彭山，地下30丈，有礦脈，斷不可落入外族之手。凌帆，你到底在大唐留下了多少秘密？此番去揚州，正好出海探探。我與妻兒若一直在神都，關係難免不受朝政影響，不如提前出海尋一退路。陛下所賜，大都督路上用得着。替我謝過陛下，長安的局勢就有勞婉兒姑娘盯着了。大都督放心，倒是揚州水深，鹽商、海商盤根錯節，那些個世家大族都是一群活祖宗，您當心案件。我去揚州可不只是為了整頓錢糧。林凡留下的線索指向東海，我必須親自走這一趟。
大都督，您可算来了！您瞧这千辆大船，用的是上等铁木，保管您满意。千料船太小，我要造的是这个，这叫盖轮船，载重量是千料船的5倍，能扛远洋风浪。你按这个图纸造就行。大都督，这船吃水太深了，这么长的楼骨，我上哪儿找那么大的整木？不用整木，用金刚打造成铁箍，将木料拼接加固，擂骨横向成立，分散给船壳。看这儿，这儿还有这儿。金刚铁箍拼接，妙啊！小人造了一辈子船，怎么就没想到这招？这艘船我要能载200精甲，配12门火炮，给你1个月，能不能下水？大都督放心，拼了这条老命也给您造出来。都停手！改图纸，换大料！大都督，咱们造这么大的战船，这是要打哪去？出海。出海？东海深处有座岛，地下埋着一样东西，若是落入外族手里，大唐的100年基业瞬间便会灰飞烟灭。秦九，你看这账目，按产盐量算，少说200万贯，结果这一年报上去才80万贯。大都督是觉得有人吃了中间的差价？不止吃差价，我怀疑扬州的盐商和本地官员早就勾结到一起了。周安那个长史，昨日接风宴满脸堆笑，背后不知道瞒了咱们多少事。你留在扬州这边，替我盯着周安，等船造好了，我就带几个人出海。全队登船，目标东海方向，马上開船。大都督，前方海域不太对劲。跑了15年海，从来没見過這種霧。我的媽！那山上的經文到底是什麼？大都督小心，裡面不知有何機關。屬下鄭天成奉先主之命，護守揚州船港20年，專候同境之主，今日終於等到了。先主，你說的是凌帆？20年前，老主公將這座島的位置和船務圖紙交給屬下，讓屬下在沿海港市扎根，等一個拿着銅鏡的人出現。他說，那個人會完成他沒做完的事。他還說了什麼？先主說，島下30尺，埋着能讓大唐稱霸100年的東西。先主稱這東西為黑金，說它能燃燒，能煉製出比木炭猛烈100倍的燃料。黑金？難道是石油？留一艘快船和30人駐島，封死海底暗礁入口，其餘人裝滿礦石，隨我返航。遵命。林凡，既然把飯都餵到我嘴邊了，那我就替你完成你的布局。大都督，揚州急報，霧星情報聯合封鎖大運河，曹幫持刀攔截鹽船，揚州商號全部被逼迫前段交出，木料鐵料斷供，造船廠停工。返航。大都督出海遊玩可盡興了，今日怎麼有空來運河賞景？把鐵鏈撤了，這堵着入口的連船是怎麼回事？大都督，5星七教聯合下了禁令，凡與大都督府合作的商號都不出5大商路，這條運河一直是他們幾家說了算。大都督，
把这帮狗東西全砍了吧，让末将動手。殺了他們，正好遞給武姓七王這擅殺良民的把柄，卡死江南的鹽鐵。他們以為鎖住運河就行。回去告訴你背後的主子，大運河走不了，本都走海路就是。他們鎖得住運河，還能鎖住汪洋大海不成？海路，大都督莫不是得了失心瘋吧？出海的船全是打魚的，怎麼拉貨？那就不勞你主子多費心。這。即日起，凡经扬州海路翻越海盐者，免除3年關稅。大都督府提供海船護航，分文不缺。這麼好，免除3年的關稅。可武大家族剛下了禁令，誰敢跟大都督走，被武家盯上，以後在江南就別想做買賣了。從今日起，嚴厲對半分，誰願隨本都走海路，3年之內，本都保你們賺的銀子比跟着武大家族10年還多。大都督，草民信你。草民那破漁船雖小，裝5筐鹽也是能裝的。好，額外免1年的賦稅，給你這第一個入伙的。秦九，登記造冊。我也來，跟我一個。林大都督搞免税告示，搞得好熱鬧。王公讓我來看看，這揚州碼頭還剩幾條船？王公有令，即日起，揚州港內凡掛大都督旗號的船隻，一律不許裝貨，不許出港。哪家商戶敢接林凡的貨，武姓期望斷其100年商路，定與他不死不休。王管事遠道而來，辛苦。大都督客氣，小人奉王公之命來提醒大都督一句：武姓期望根植大唐100年，鹽鐵商路是幾家祖輩一刀一槍拼出來的。大都督想動，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。王管事，替我給你家主子帶句話，他堵得了碼頭，堵不了人心。揚州的鹽，今天已經出發了。啊！王管事，江口沒動靜，1條船都沒出去。誰說我走的是長江口？大都督，第一批海鹽全賣光了。不光鹽商來了，隔壁常州和潤州的絲綢商和茶商也來打聽海路，問能不能搭咱們的船往北方賣貨。來者不拒，傳令下去，走揚州海路者，關稅立減5成。大都督，我家王公願解運河之禁，開放鐵料和硝石供應，只求大都督高抬貴手，給武家在海路上留口湯喝。留席位可以，依本都3條規矩：第一，鹽價由官府評準，不得私談；第二，武家名下礦產全數造冊歸檔，受大都督府提督；第三，每年讓出2成海貿紅利，充作海防駐港之用。大都督，這無異於要了武家的半條命。 2成利換1條活路，你家主子算得清這筆賬。送客。大都督，武姓期望這回是真低頭了。咱們的鹽利加上海貿，國庫1年少少能多出300萬貫，夠養10個神機營了。陛下怎會在此？那長安的朝局誰來坐鎮？有婉兒盯着呢。朕若不親自來看看，怎知大都督是不是在揚州樂不思蜀了？微服出巡，未免太閒。我帶了8個暗衛呢，放心，沒人認出朕。再說朕這幫打扮，不過是個尋常商婦罷了。尋常商婦若有這幫傾國之姿，只怕這揚州城的門檻都要被踏破了。油嘴滑舌，帶朕去看看你的船。這就是你造的船，比長安城的宮殿還大。以後會造更大的，這條船能載200人，能橫渡東海，再安然返回。朕這輩子都沒出過關中，沒想到天下這麼大，海這麼寬。你想不想去看看海的那邊是什麼？我在東海找到了一座島，島上有礦有淡水，能住人。等大唐根基徹底穩固，海路通暢，軍隊強盛，百姓富足，我想帶你去那座島，不管朝政，就我和你看日出日落。你是希望朕還政於李唐？與其等別人奪，不如自己選個時機，體面的交換。趁你還年輕，趁大唐還在上升期，留下一個盛世之名。樊郎，
後世史書中我的結局是不是並不好？世家有世家的立场，可百姓都知道你為他們謀的公平與盛世。別怕，我來了就會幫你改變那個結局。其實朕從登基那天起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天，但朕就是要讓大唐不再受外族欺擾，商路通達四海，百姓安居樂業。我都知道，如今海運之路已經打通，鐵礦煤礦在手，火器也能量產了。從馬斯洛需求層级分析，只要再提供更多階层跃升的通道，這屆百姓算是極幸福的。馬斯什麼羅？是樊郎那個時代的東西。对啊，以後有的是機會我們慢慢聊。好。